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道家的发展和那些特别厉害的重要人物。道家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，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，一直影响到现代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道家的发展过程中，出现了好多关键人物，他们对道家思想的形成、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人物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道家的起源得从老子说起。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哲学家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是道家的核心经典。《道德经》里讲了好多深奥的道理，比如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天人合一。老子认为，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根本的规律，叫道，只要顺应这个规律，就能达到和谐的状态。这些思想后来成了道家的基础。老子的思想特别注重无为，就是不要过多的干预自然，让万物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。他用水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，说水总是流向低处，滋润万物而不争，这就是无为的境界。老子的这些思想后来影响了无数的文人墨客，也让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，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。庄子写了《庄子》这本书，里面讲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奥的道理。庄子的思想特别注重逍遥游，就是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受世俗的束缚。庄子有个著名的故事叫庄周梦蝶，讲的是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飞来飞去，非常快乐。当他醒来后，却分不清到底是庄子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。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说，人和自然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，人应该放下自我，融入自然。庄子的这些思想让道家哲学更加丰富和深邃。列子是战国时期另一位重要的道家人物，他写了《列子》这本书。列子的思想特别注重气的概念，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，通过调节气，人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。列子有个著名的故事叫愚公移山，讲的是愚公为了搬走门前的2座大山，坚持不懈地挖山，最终感动了天神。天神派来神力帮助他移走了大山。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说，只要坚持不懈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列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他的气的理论后来被道教吸收，成为道教修炼的重要理论基础。到了秦汉时期，道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，形成了黄老学派。黄老学派以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为基础，特别注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。他们认为，君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要过多的干预百姓的生活，让百姓自由发展。这种思想对汉初的文景之治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帮助汉朝恢复了经济和社会秩序。黄老学派的思想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体现，还在医学、军事等领域有所应用。比如，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就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用望闻问切、四诊法为病人治病，强调预防为主，顺应自然。葛洪是东晋时期的道士，他写了《抱朴子》这本书，详细介绍了各种修炼成仙的方法。葛洪特别擅长炼丹，他认为通过炼丹、服食草药，人可以长生不老，甚至成仙。他的这些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，所以传播的特别广。葛洪不仅是个理论家，还是个实践家，他亲自炼丹，还记录了许多炼丹的实验过程和结果。他的《抱朴子》不仅是一部道教经典，也是一部古代科学技术的宝库。葛洪的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陶弘景是南朝的道士，他写了《真诰》这本书，详细记录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和修炼方法。陶弘景特别注重道教的理论建设，他把道教的神仙谱系整理得清清楚楚，还制定了道教的戒律和礼仪制度。这些工作让道教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。陶弘景不仅是个理论家，还是个实践家，他亲自修炼，还记录了许多修炼的经验和体会。他的《真诰》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让道教在南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陈抟是北宋时期的道士，他写了《无极图》这本书，详细介绍了道教的修炼方法。陈抟特别注重内丹修炼，认为通过修炼身体内部的精气神，人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。他的这些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，所以传播的特别广。陈抟不仅是个理论家，还是个实践家，他亲自修炼，还记录了许多修炼的经验和体会。他的《无极图》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让道教在北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张三丰是元末明初的道士，
他创立了武当派。他的武术思想不仅注重身体的健康，还注重心灵的修养。张三丰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让武当派在武术界特别有名。张三丰不仅是个武术家，还是个哲学家。他的思想融合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武术哲学。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王重阳是金代的道士，他创立了全真道。全真道特别注重性命双修，就是既要修炼身体，也要修炼心灵。王重阳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让全真道在北方传播的特别广。全真道的道士们特别注重修行，不追求名利，这种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。王重阳不仅是个理论家，还是个实践家，他亲自修炼，还记录了许多修炼的经验和体会。他的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让全真道在金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白玉禅是南宋的道士，他是南宗的重要人物。南宗特别注重内丹修炼，就是通过修炼身体内部的精气神来成仙。白玉禅的修炼方法特别受老百姓欢迎，所以南宗在南方传播的特别广。白玉禅不仅是个理论家，还是个实践家，他亲自修炼，还记录了许多修炼的经验和体会。他的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让南宗在南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道家的发展和重要人物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呢？道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，历经2000多年，期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，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。这些人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但他们对道家思想的形成、发展和传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道家的思想特别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和自然和谐，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。道家的许多思想后来被道教吸收，形成了完整的宗教体系。道家和道教虽然不一样，但他们都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